我们结婚快10年了，他从来都不关心和尊重我，我不想和他过了。那个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儿，现在我早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他们一家人自私又自利，一点儿也没把我当家人看。那是他一直不信任和理解我，总感觉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30岁，来自河北工人，有请。吴女士29岁，来自河北工人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孩子多大？我们孩子6岁了。孩子6岁，您想离婚？因为我觉得结婚这么多年是吧，我都感觉到他对我就是关心，也不尊重我，就包括我生病大出血了，他都没回来看看我。他不让我来。什么叫不严重啊？什么叫不严重啊？难道我就死在那儿才叫严重，才叫事儿吗？你这不是没事吗？不是，您是打电话告诉他说你来，他不来，还是说打电话他说我要去，你说你不用来，没那么严重？因为当时是挺严重，我就是说不，咱们说事实，咱们不说感受。电话里的事实是什么事实？啊，当时他跟我说因为工期紧张，没有人手。工资又结不了，然后没办法回来，我只能说你那就别回来了，对吧？我也不能非得让他回来。你当时知道这个妻子的这个病的严重性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打了好几次，不止一次。他说没事儿，不用回来。我说行，那我说不回来吧。再说了，他大出血不得花钱吗？我说行，那我就在这儿工作，好好赚钱吧。我丈母娘也在那儿呢，现在可好，他告诉我丈母娘。3天2头的骂我，劈头盖脸的骂我。那你当时是没有回来呀，对吧？你没有回来，你还不让说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你说你没事儿，我不用回来。后来我就不是没回来吗？因为当时我那个确实是需要人照顾，然后我妈特别心疼我，就在医院照顾我，我就跟我妈发2句牢骚，我妈肯定就会给她打电话说这个事儿，她就觉得说啊，我妈就是有点不可理喻一样。被丈母娘骂了是吧？啊。就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回来吧，他说没事你不用回来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委屈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付出挺多呀？那我付出的呢？谁为我委屈啊？谁为我着想啊？啊，就说说您的付出，说说您的委屈啊。不是你看，因为我们是经村里人介绍认识的，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就2个多月就结婚了。闪婚啊？因为当时觉得彼此还挺合适的，然后就结婚了。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怀我女儿的时候8个多月，我当时就特别的不舒服，然后感觉喘不上气来，我就喊她，我说你赶紧送我去医院，我现在特别不舒服，出不了气。然后她当时在玩游戏，她就说什么你稍微等一会儿，我这现在紧要关头呢，是吧？你说我这么大月份了，我这种情况我能等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追过去了吗？我就着急去。护士站给你抽吸氧了吗？我就着急，我就走出去了嘛。那么大热的天儿，我挺着个大肚子，我走了3、4公里，我才走到我们卫生院。那我都到卫生院了，我也吸上氧了，你说你才追过去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就那个时候确实不关心，这你承认吧？这事儿你确实做的不对啊。是前几年。哪有老婆那么大的肚子，说你还在那儿打游戏，这确实不对，是吧？那时候戴着耳机我没听见，再说了我也没意识到这么严重。我要是我听到的话，我肯定会去管他呀。那几年是好玩，比较贪玩。再说这几年我已经把那游戏戒了，行，他还是对我不满意。啊，行，我知道，那你接着说，这就算记下仇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当时可能年纪小，就觉得说不太会照顾人，然后我就想着说，可能孩子出生以后会好点儿，是吧？但是孩子出生以后，他还是那样。就是我坐月子，因为他没有工作，当时他就跟我在家带孩子，我婆婆公公有时候忙也不过来帮我照看孩子，没时间。
然后有一次他就非得要去参加他朋友的酒会，我就说你别去了，我现在还坐着月子呢，是吧？孩子也小。然后他就非不听，他就非要去。我说那你去就去呗，我就叮嘱他你早点回来。然后一直到晚上快10点了，他还不回来，我就一直打电话，他就一直不接。那我不是回来了吗？一直到凌晨2、3点才回来。朋友聚会，那我说的能算了吗？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，就不能好好在一起聚一下子了？那我让你去，我也不是没让你去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得体谅体谅我？我还坐着月子呢，万一我要出事怎么办呀？行，那在月子期间，除了跟朋友聚会之外，表现得怎么样？还是那样3天2头不着家，就是爱玩。这月子愁，据说是女人一辈子解不开的，是吧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听他们说月子结愁，愁深似海，是吧？你们这算月子结了愁了哈。他一直就是这样，没有太大改变。好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委屈的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付出也挺多的，但是他对孩子好吗？我这么问。他对孩子也平常不是太多关注，因为孩子从小是我自己带大的。那孩子1周半的时候，我带孩子出去玩，就出现意外了，被狗咬伤了。我当时带他出去玩，他就说要喝水，我就离开了3、4分钟，我去给他拿水壶的时间。我就老远我就听着孩子在那哭，我就赶紧往回走，老远我就看见有一个流浪的那种大狗一直在扑它咬它，然后我一着急我就拿着那个棍儿一边跑一边喊，等我过去把那狗吓跑以后，那孩子浑身是血，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他，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了，然后转了好几个医院，人家都说因为孩子太小，咬得太厉害了，就治不了，就建议我们去那个省医院治。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也不认识路啊，又是赶公交，又是那个打车的，走了好多冤枉路，一直到了凌晨快1点了，我们才住进医院。当时那个医生见了我，你知道吗？医生当时他见了我就劈头盖脸骂我一顿，就说你们这个怎么当父母的？是不是孩子这么小，伤这么严重，你们怎么看待孩子呀？我就觉得我说特别委屈，因为当时我也挺内疚的，我也不愿意发生这种样的事情。后来孩子因为伤势重，他就一直发高烧，然后就感染了，就住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了，一直到第2天他才来。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不关心也就算了，但是孩子现在这么严重，正需要他关怀的时候，但是他就又离开了。干嘛去了呀？那个时候手机没电，我在屋里边充着电呢，家里边有一养殖场嘛，我在后边帮他们忙呢，一直到晚上4点多我才看见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。后来第2天我才知道了。不是老婆孩子没回家，你不是去找吗？打电话没接吗？不是，后来我没接，你还不着急吗？你算不在意老婆，你那孩子你也得在意。后来我不是知道了吗？第2天一大早我赶过去了。当时我看见孩子，我也挺难受的。是孩子这么小，伤势这么严重，我都想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会家里人都不知道呢？当时跟他联系不上。我一直联系他，联系不上。不是你打不通电话，不会发个短信吗？你打不通他电话，你发个短信，然后还有婆婆、公公啊，村里的其他人啊，这。后来第2天一大早我们就赶过去了。不是你这也是睡得着觉啊？就这一晚上，老婆孩子都失踪了，你不得去找吗？急都急死了呀！当时那时候小嘛，不是贪玩。这几年为什么我改变这么多了？为什么对不满意呢？就是像我那个年轻嘛，那时候年轻，就是。行，我知道。那你这孩子后来怎么样啊？孩子住了好长时间，当时呢，因为住进重症监护室，花销特别大嘛，然后我就跟我婆婆打电话，我让她那个往医院打点钱，然后当时呢，她给我们打了5000块钱，因为我们当时手里没有什么积蓄嘛，然后我就希望她能多帮帮我，但是她就打了5000块钱。当时因为我给我婆婆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从电话那头我听着我公公说让她给我打1万块钱，因为当时我听着让她打1万，我就想着我说为什么明明你有1万块钱，为什么要给我打5000块钱呀？对吧？我孩子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就是留下那5000块钱没有打给我？别在那瞎说了，咱妈对咱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家里情况你也知道啊，也得四处借钱呐。他为什么给你打5000？那5000肯定他们有急事儿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咱妈对咱什么样？
对孩子什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是亲孙女儿，那可能不管我吗？明明听见电话那头他说的是要打1万，但是他就打5000呀。他们肯定有事儿，有他们的难处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事情他不止这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我儿子以后，有一次我儿子也是一直高烧不退，然后我就那个等于有老二了是吧？对，有了我儿子以后。你还没回答我这姑娘怎么样啊？姑娘后来就治疗就没事了嘛。对你先得说没事儿了，我们这心还悬着。行，再说你儿子，儿子怎么了？我儿子一直高烧不退，就检查，医生说是因为脑炎，必须要住院治疗。然后住院以后呢，我婆婆就有一天就拿着1000块钱就过来跟我说那个，你看你们这儿需要钱，但是呢，我借人家钱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跟人家说好要还人家那1000块钱，我就心想着，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给我要花这个钱，还是要还那个钱呀？我就说，那既然你这么说，不行，你就先还人家钱吧。我当时我一说完以后，我婆婆就笑了，她就说，那我就先还人钱吧。我觉得他们家都从始至终就不拿我当家里人看一样。这倒是多心了吧？那不是自己的孙子吗？是吧？他都是瞎说，他自己亲孙子，他能不管吗？再说了，借债还钱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那你还钱就还钱呗，还说那个还人钱就不能空着手去？到最后把孩子那桌上的水果拎着走了，就拿着还钱去了。行，我听明白了，这也不能证明说婆婆就不把你当自家人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次最可气的就是他都住院了，全家人都没有告诉我，我老公住院了啊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然后我才知道他出车祸住院了。那时候老二还小嘛，不是没告诉他，怕他担心。当时出车祸，我去了医院以后，他就是伤得特别严重，然后医生说必须要做开颅。我就觉得，我说年纪还这么小，要是做开颅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大手术。就是他是吧？对，我就跟我公公商量，我说咱们能不能那个转市里的医院，因为万一要是县城的医院做不好，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呀？他年纪还不大呢。然后他呢，我就这事儿我跟他说了以后，他就特别不理解我，他还替他父母说话。他们都活这么大岁数了，经历的事比咱多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县医院也有过这个案例，也好几次都成功了。再说了，我们也去请专家了，这不是没事吗？对吧？你看他说的话，你现在是没事了，当时这不是我也是为你着想，怕做不好对你以后有什么影响吗？还不是我赶着上医院去伺候你，去照顾你吗？你伺候我，那叫伺候吗？扶我一下去个厕所，他又不管。还有一种，我说帮我按一下吧，他也不管，他就一直在那儿玩手机、打游戏。我要是不管你，你在医院住那么长时间，你能出院吗？你能吃得了饭吗？你要是觉得我照顾的不好，你当时你怎么不让你父母去照顾你啊？我感觉他就是来报复我的，我感觉就是你说的那个月子事儿，我感觉他可能是记仇了，来报复我的。还有那一次我买那个新手机，我在家放着，我没在家，他就私自把这个手机给摔了。我为什么要摔手机呀？他明明说你每个月你都挣了钱，你都往回打，你哪来的钱买新手机呀？你都给我了，你哪来的钱呀？那个不是刚好那个月发工资了，我就留了4000多块钱买了个手机，剩下的钱我也全部打回家去了。那你说你打回家来了，你又说你买新手机了，我不是跟你解释，我都没法相信你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他哪句话说的是真是假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现在我做什么他就不信任我。有一次我在那外边工作，那个月没生活费了，我说你给我打点生活费嘛，他就说不管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没给你打钱，那你也不是维持了吗？那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呀？这个怎么维持下来？我跟你说过吧，我是找我朋友借的。那我怎么信你啊？最可气的就是这个，每个月我把钱打给他，就留个生活费，还怀疑我外边有人。这么多年我怎么改怎么变，他就不信任我。我问问啊，您现在在外面工作，一个月打多少钱回家呀？这个没准多的时候多少钱？7000多、6000多，少的时候4000多吧。自己一个月生活费留多少？500到1000吧。那你说都打回来了，那你怎么就有钱买手机？不是，我就没办法相信。这个就是我怎么变？我这几年我说是前几年是好玩，但是那时候不是你指的好玩是什么？是打电子游戏吗？还是啊？对对，就是好玩这个游戏。一吵架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还怀疑我外边有人，我怎么改他又不信任我。您是希望他能够相信你、理解你啊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毕竟我们俩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我真不希望跟他离婚，我俩好好过。懂理解。
您希望他变成一什么样？您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他伤了我挺重的，真的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不着四六的，经常不回家的，什么都不管。好，没问题，听懂了。那咱来聊聊怎么离婚吧，怎么离？其实呢，我就是说，真的没想过离婚就说没想过嘛。因为我现在孩子大了，我肯定要为孩子考虑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还是不想离嘛。所以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嘛。是因为这次生病之后伤了心了，觉得他不来看你，对吧？对。再结合过去那些事儿，再加上先生说了把钱都交了，怎么还会有钱去买手机，加剧了你对他的不信任。所以这些事都堆在了一起，让你觉得这个婚姻有问题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觉得说你挣这么多钱，有时候你说打给我了，但是你还留那么多钱，你的钱都花哪儿了？不相信男人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了家里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核心点。行了，老师们看看这个婚姻应该怎么办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想，这一个家庭多灾多难的，经历那么多，真的是应该两个人更齐心才对。你俩怎么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心？丈夫以前是一个好玩的臭小子，现在开始收心了，知道到外面去打工了，知道把钱交给媳妇儿了。收心的一个男人应该就好了，怎么没好呢？我刚看您在说话，我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觉，您好像不爱笑。就我一直在听您说话，我一直觉得特别愁。从您结婚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不知道您笑过几次，但是在语言当中我听到了您全是在愁。你要想让这个日子过得好，您先得笑起来啊！您笑起来，这个家才能舒服，你才能舒服呀。所以我觉得您先想想，在这段婚姻当中，您自己有没有一些问题？月子愁可能是结了，生病的那个没关系，他可能是没来，但是您自己要不要去调整一下？公公婆婆能帮忙给帮忙了，不是没帮忙。我相信您刚说那个，也许对，也许的确你公公可能说一句给1万吧，但可能老两口一商量，咱家拿不出1万啊，现在就5000，那先拿5000吧。下一句话你可能没听到呢。所以我们往着以善的方式去想这一家人，你们一家人就能过得好。但是你总以恶的方式去看你的公公婆婆，看你老公，这日子真没法过好。同样我想说说丈夫，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做得很好了，但是我问2件事儿。第一个，您平时会跟媳妇儿打电话问问她累不累、忙不忙吗？很少。第二个，您平时即便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有问过她吗？关心一句吗？身体咋样了？关心过吗？所以您别说您做了那么多，我刚刚在想这个女人为什么那么愁，因为她觉得在这个家里边没有依靠，男人在外面，她一个人在家里，想听个暖心的话听不到，想看到这个人看不到，钱您是给到了，那人呢、心呢都没有。所以您是改了很多，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，您的妻子是需要您给一些语言问候的。家里经济没那么好的家庭，更重要的就是在小的事情上给予一些关心。所以该给的暖心的话您得给到才行。您可能每天就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媳妇儿今儿累不累，早点休息，可能你就每天坚持做这一件事儿，他都会觉得我老公是在心疼着我。所以好好想想到底要未来怎么经营这个家，妻子笑起来吧，别再愁眉苦脸了。我听你们俩的故事，就虽然说同为女人啊，这个月子愁这件事儿我深有体会，但是我也做不出那个
不善言辞，一直说哎呀我这不是改了吗？你知道自己以前不好是吧？你买了4000块钱手机那事儿，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过去。4000块钱在你们的家庭里面意味着什么？你是知道的。这个手机在你们家庭当中算是大件儿，这得商量啊。你就敢自己买？你心上没有他们娘儿几个呀？哎，为什么现在有了呢？你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感觉我看到别人家挺好的，我想，我改过以后，他也会对我好的，也会信任我。可是他身体不好，为什么你不关心呢？那时候话得有啊。对，这点我没跟他说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我回来，他说不用回来。你需要打这个电话吗？如果你真认为他的病情最重要的话，你应该回来看看再走嘛。对。所以啊，自私啊，你不说我悔改就可以的，你拿出行动来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？太自私了。你们之间没有交流，就是钱还抠着给，还给自己买手机，还不关注他，多沟通嘛。你为什么离不了？发生这么多事，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你没有走的能力。你有工作吗？现在有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工作了呢？因为孩子也大了，我不能总闲着呀。你知道你之前为什么被人家看不起吧？知道为什么人家给你抠搜钱吧？因为你太闲了。你不仅闲，而且把责任会推到给所有其他的人。你生病怪他们吗？孩子发烧是他们导致的吗？每一次你都在说他们因为给的钱少了，给的钱少，所以他们对我不好，所以我要报复他们，所以他们对我不好，我要抠着钱。他要你管你要生活费，你都不给，你看不给你也活着呢。你以为都是钱惹的祸吗？错了，是你自己没有能力，让人家看不起。你要独立呀，就这样。唉，就我整个听下来，感觉盲目、慌张、害怕，全是负面词。大女儿出事儿，小儿子出事儿，你作为家里面唯一挣钱的人，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狂飙、追尾，要开颅，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这家里面人，这俩孩子一个妈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？怎么做人父母的？怎么做人老公的？你也是怎么做人妻子的、做人妈的？为什么你们家有那么多的劫难？不要怪运气。你们老去做那些自己承受不了后果的事情。你承受不了后果，你别做呀。你说你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婆婆拿1000块钱问你，这1000块钱我要去还人钱，你说我是留下呢还是拿去还人钱呢？你心里要不舒服，你就一句话，妈，孩子今天下午要交医药费，我身上真没钱，你先借我用用。完了吗？事情结束了。你心里明明不开心，还是跟他说拿走吧。你自己大出血，明明是希望他来，你会跟他说，那你别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自己家房子烧着了之后，你就看着那个火，哦，烧得真大呀，你就不懂呼救吗？这是过日子吗？跟谁置气呢？我没有别的要跟两位说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把心思用在孩子的培养上，没有别的了，就这样。是因为变化的太快，他们没跟上嘛。没有关系，其实老师已经给了解决方案了。过去的让他翻篇嘛，下面就是工资透明化，拍工资条给他，夫妻商量花多少钱合适是正常的。第二，目的明确化，别让人猜了，他笨，他猜不出来，那就直接提要求。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做。第三，建立家庭共有的目标，对2个孩子怎么培养，完了，那也离不了婚，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过呢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是啊，前几年是我好玩，对你关心也少，以后我会多点关心，给你多点呵护。咱们之间也多沟通。我的工资条以后也给你看，请你多相信我一点，我以后肯定会变的，以后会改，会让你看到的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还请你给个机会吗？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改，
希望你能看到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笑一笑呢，妻子？就你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过，你就开开心心的过呗。哎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。谢谢你们，祝幸福，请回。谢谢。